那我们今天就来一次开箱京东山的左右磨刀石，不同系数它都是不同颜色，它厚薄度真的差超多。磨起来的时候感觉很舒服，真的，它磨起来的感觉不像在磨1000的石头，你感觉像在磨400的石头的感觉，蛮细致，然后滑顺，可是又不会说像在磨玻璃这样子很滑。那 HSS 系列我真的觉得它是我磨过就是效率最好的石头，真的没有之一。就是目前呢，我觉得大概只需要不到1/3的时间。如果你今天有很多刀子的话呢，轻2啊，或者超级轻质钢啊，R2S G2 这些的粉末钢的刀子呢，我觉得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 HSS 系列，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我们知道，因为材料科学还有制作工艺的进步呢，出刀钢材呢一直不停的推陈出新。以前像德国钢啊这些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硬，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好用。可是到后来5升制钢这种各种越来越硬的钢材出来，然后现在也有超级轻质钢啊，然后像粉末制钢，各种的粉末制钢也越来越多种哦。所以厨刀的钢材呢，它在硬度上面呢，其实有显著的提升。像我们以前觉得这种 VG10啊，有的高硬度，又有的高韧性，然后还有耐磨性，刀锋维持度也很好。那时候大家觉得哇，这实在太棒。可是现在开始越来越多这种粉末钢的，像粉末钢的这种硬度越来越提高，而且韧性也越来越好的钢材呢，一直不停的出现，然后一直不停的挑战新的市场接受度。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大量使用刀子，或者对收藏刀具有兴趣的人，基本上大家都会至少一把粉末钢的刀子。粉末钢的刀子呢，它有着就是高硬度，然后还有高韧性，然后刀锋维持性好的状况，在切割感和使用感上面真的会非常非常不错。但是相对它也非常非常难磨，非常非常的难磨。像有很多以前专门磨碳钢的刀子呢，现在可能都没办法磨粉末钢或者是超级轻质钢，都已经没有办法，还要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去磨。那厂商当然也意识到，就是大家拥有高硬度钢材的状况也越来越多了，所以呢就开始推出各种各样的专门磨高硬度厨刀的底石。在因缘际会之下，我就遇到这个今天要介绍的主角京东山。京东山它这个底石的品牌，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蛮陌生。当初人家跟我提到它的时候，其实我找不太到资料。其实我觉得底石的东西很常都找不到资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像钢材这些的资料，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人在讨论，可是底石好像就是很秘密一样，就是只有用过之后你才是知道好不好。在找京东山相关资料的时候，其实我就发现说它有一个系列，就是它的 HSS 系列呢是专门磨高硬度钢材用。所以我就买来试试看，然后试了之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它的研磨效率其实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对比我想象中的好非常非常多。它也不会像说用像韧质黑木，它比较容易会卡铁屑在它的细缝里面，然后过一阵子就是必须要拿它的复活底石，或者是拿其他的整平石去把它整平过，才能够继续使用。那京东山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容易消耗一下出浆的底石啊。那像这些呢，就是我现在比较常用的底石啊。那这边有韧质黑木啊，这是京东山的，对，京东山的底石这样子，它的 HSS 系列。我之所以会蛮喜欢它，主要是它的削切力真的还不错，然后它的手感也很好。对，我就是不是那么的习惯这种很滑的手感，那有些人喜欢，我觉得 OK 啦。对，每个人习惯的状况不太一样。这边现在这个是1000，然后3000，然后还有6000的，因为它的削切力真的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基本上如果是小小的那种缺口的话，我就会用它的1000的来处理，就会直接把那个缺口磨掉，因为它效率很快。其实因为不是大家都想要这么高效率的底石，不是说底石效率好就好，因为通常来说呢，你高效率的底石会伴随着它的研磨出来的细致度会没那么好，因为它的磨料的关系，或者它厂商去配的那个里面比例的关系啊。所以呢，我还去找了它另外一个系列叫做 ST 系列。ST 系列蛮有趣，就是它的包装是比较漂亮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卖比较便宜，可是包装比较漂亮。然后就有分什么220啊、1000啊、4000，还有6000这样。我是只有进到6000来啊，因为我觉得再上去可能意义不大。对刀锋的刀子来说，再上去其实意义不大，所以我就没有进到那么高系数，没有进到1万、12000、2万这样子。那我们之后会再来讨论这个磨刀系数对于切菜的这些的相关问题，我们之后再讨论。京东山的磨刀石呢，它 HSS 系列呢，它是需要泡水，然后 ST 系列呢，除了这个220的系数的需要，他说是
是需要稍微泡水之外，其他他都说不用泡水。有不希望泡水需求的人来说，就是蛮不错的啦。对，有些人就是不喜欢泡水，那对我来说其实就真的还好啊，我觉得要不要泡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个金东山 HS 系列跟 ST 系列的磨刀石，然后我们等一下会磨磨看，说它的细致度是不是也会有差。现在我们把它包装都打开，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系数它都是不同颜色，而且两个系列的颜色也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下排的 HS 系列呢，它旁边这边就有写，它有写明它是系数1000的，可是这个就没有，所以它都没有写，所以我只好都自己写上去。没办法，然后不写，讨厌。我觉得一开始就是可以摸摸看，就是它其实它的那个触感很妙。对，像这两个都是1000的，可是摸起来就是很不一样，很不一样。HSS 系列它就是非常的粗，ST 系列的1000摸起来就细致很多，可是到6000之后感觉就有差不多了。对，3000的话也，3000也是 HSS 系列比较粗。HSS 系列它必须要泡水，那这个 ST 系列呢，除了这一块220的要泡水之外，其他都不需要泡水。那我们现在来磨磨看，它磨起来有什么不一样？好，那因为 HSS 系列它必须要泡水，所以呢，那我们先把它拿来泡水。250的，进去立刻就会看到有点冒泡。然后这是 ST 系列的 ，ST 系列，那看起来也不太会冒泡，所以应该也是没有那么需要泡水啊。然后其实，我们看到 HS 系列的3000跟6000还是多少有点会冒泡，所以应该还是要泡一下水。它泡水大概是要泡10分钟啦，放到这边来泡，试试看它的磨感如何。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会吸水，把外面那层磨掉之后，它开始会吸水。我还是把它磨一磨好了。好，这次我又出动，我直接把藤次郎，因为它刺刃被我磨比较高啦。因为我之前有说过，它的前面这边，它的刺刃被我开的蛮高，就我把它打薄过。等一下要看的话，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我想我们就不要再磨低系数了吧，我们直接先从这个 ST 的先开始磨。那在磨之前呢，我们先把它稍微整一下，其实看起来还好，不太需要整。好，整平完开磨。觉得其实效率不错啊，磨一下就已经有到1000的感觉，效率还不错。该泡的东西都泡得差不多。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明显的，它上面有很多的铁屑，很明显它铁屑很快就出来了，磨得挺快的。可是它出浆也是出的蛮多的，比想象中的多一点。它手感我很喜欢，它是一个很像木管的手感，磨起来的时候感觉很舒服。基本上应该是磨好了这一面，换下一面。其实这样蛮快的，比想象中的快一点。它虽然说它不是专门磨高硬度钢材的，它磨 VG10我觉得也是 OK 的，比想象中快一些。我不然也要很久，因为这款我没有在用。我觉得它的研磨效率是算高。对，算高的，它不是一个专门磨高硬度钢材，可是磨 VG10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我觉得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磨起来效率很快，品质还不错，抛光度很好。我们讲抛光度啊，其实就是它的细致度的问题，它的细致度比想象中的好一些。那我们刚刚用了它的 ST 系列的1000来磨过，然后我们现在用HSS 系列的1000来磨磨看，我就先磨中间一段，来给大家看看它的粗度差多少。真的，虽然我已经磨习惯这个磨刀石，你听这声音，你就会觉得它真的很可怕。它磨起来的那个感觉真的很惊人。感觉不像在磨1000的石头，你感觉像在磨个400的石头的感觉。
它磨的效率非常非常快，然后一下就已经磨到了我想要的状况，毛边已经出来了。当然，它的磨出来的细致度就是有差。我刚刚就是磨这一段，你可以看到它明显光泽完全不一样，前面都还是那个刚刚 ST 系列磨的，对，移到这边，看移到这边，立刻整个就花了。所以有时候我在想说，它到底是不是真的降系数还是怎样？是真的很快，一下就磨到我要的状况。你看我刚才磨没几下嘛，一下就到这个状况了。我觉得还不错，就是它的自清能力很好。对，虽然它耗损的也很快啊，可是它自清能力很好。我把它先整把磨完，哦，超快的，那个摩擦力就很不一般啦。这个新手真的要非常注意，要超级注意，因为它磨得很快。如果你今天是新手的话，你可能要非常轻的磨，然后不要磨太快，不然很快就会把你的刀子耗损掉，你可能就磨到一个把整个刀型磨坏了，就很小心。新手的话，我建议要很小心。每次磨这个我都不想要出力，太危险了。它毛边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得到它毛边出来的那一瞬间，超级快。毛边出来那一瞬间，你会瞬间感觉到，触感不一样。现在一看就知道整个都花掉了，所以磨起来还是有差，细致度还是差蛮多的。接下来我们换到 ST3的4000好了 ，ST 没有出3000啊 ，ST 直接到4000。磨之前，我们先把它稍微泡一下。哇，它也是很会出浆的石头挤一下，比想象中的会出浆。我以为这种还好，不会很会出浆，可是现在看起来还蛮强，蛮会出浆的。来磨磨看吧。看起来不错，手感很舒服。对。虽然它已经是4000的石头了，可它手感是舒服的。这个感觉4000的话，自清能力好像会比较不一样。不过铁屑出来的很快，你看，虽然我觉得它自清能力不怎么样，可是你看它铁屑出来的速度其实很快。这一块4000就不太出浆了，几乎磨出来就是铁屑。用磨刀的时候，感觉就浆不太出来了。我觉得它这个 ST 系列的直接到4000，其实它也是 OK 的，因为它真的磨起来是蛮细的。只是我现在有点怀疑它的自清能力，跟刃黑一样，它磨到中间就开始有一点残余的在上面。对，它会有一点残余的这个在上面，所以它手感就是非常好。我想很多到4000几乎都有这个问题。除非那种自清能力特别好的石头，不然几乎都有这个问题。修一下变回漂亮的一块，的确手感是蛮细致的，而且够软。这真的需要正常的时间，而习惯那个超快的研磨效率之后，就觉得哇，这个好久啊。可是你想要达到比较好的细致度，就没有办法，就是要这样。基本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只上 ST 的6000，是看得到有铁屑出来啊。我觉得这个6000的 ST 其实它的磨的效率其实也不会很差。你看它的铁屑的出来的量其实也蛮快的。然后我觉得也没有比4000的容易塞。对，我觉得4000反而比较容易，就自清能力没那么好。然后我们稍微看一下可以看到刀锋的状态其实已经蛮好的。现在我摆上来这个是 HSS 的6000，来试试看它6000磨起来的感觉。其实手感差不多，对，而且很快，很快就可以到那个状态。好，先这样。还是有一点点的，可是不是很看得出来了。到6000的话是这一段啊，看起来已经差异不大了。
有一点，可是其实可以忽略掉这个差异。ST 系列我觉得它就是研磨的手感很好，然后重点是它不需要泡水，它完全不需要泡水就可以直接使用。它的手感是蛮细致，然后滑顺，可是又不会说像在磨玻璃这样子很滑很滑，不会像说刃黑之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一般家庭来使用是非常非常适合，因为一般家庭它就会需要比较快的可以开始使用的时候，不需要泡水。对，不要泡个10分钟，你只要直接喷水就可以使用。对，然后它会出浆，然后自清能力也算是 OK 的。以这种不用泡水的石头来说，自清能力也算是不错。然后研磨出来的东西，我觉得是细致度是够的，它不会说吃钢材吃得很快。所以对一般人来说的话呢，如果你是新手或者你家里面平常在使用的话，我觉得就是它非常非常适合拿来使用练习，因为家里面通常刀子不会很多啊，虽然它会比这种更高效率的磨刀石的磨刀效率会差一些。其实也不算是正常的，是正常的磨刀效率。我觉得磨 VG10以下钢材是绝对没问题的。其实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很多个不同厂牌的适合家里面使用的石头，像是CR3800啊，或者是钢岩灰虾印的钢岩灰。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块很适合一般人来使用？这个是刃黑之木，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厚薄度，它厚薄度真的差超多。金东山的石头它厚度都还算不错，那像钢岩灰其实也很薄，然后 CR3800其实它也是很薄，只是它2块粘在一起而已。为什么我会喜欢厚的石头呢？你说很重啊，可是没有人会把石头一天到晚带来带去，所以我觉得重也不是它的缺点。那我觉得厚的话，就是你在任何的架的平面上面都很好磨，甚至你今天没有架子，你今天就是一块布，这样放在这边，直接在台面上面磨都没有问题。对，可是如果像刃黑，你今天没有架子，你在磨的时候，你基本上你就是会卡到磨布，手都会卡到磨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用架子。那刃黑它自己是有盒子，对，那就还 OK， 盒子就有一个高度啦，对。可是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架在一个比较高的状况下面，然后它跟架子之间还是有一点点余裕的，就希望石头跟架子之间还是有一点余裕。基本上适合家里面用的石头，它都是基本上会出一些浆，所以消耗量一定不低，厚一点的石头会比较划算。我老实说，因为其实你就是消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对，它就不能用了，它就很容易断掉、破掉。对，厚一点的石头，其实它能够使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的，当然就是它也会比较贵。说实在，我觉得差就是材料钱，所以我觉得厚的石头还是有它的好处。它每一个系数其实磨起来都非常的舒适，然后很适合新手来用。如果你今天就是不赶时间的话呢，就是你的刀就是 VG10左右的刀子呢，或者是其他硬度大概在56啊到60之间的刀子呢，这个就 OK 了，这个真的很 OK。而且我觉得它高系数设计这个颜色的，你就可以很快看出来说你是不是铁屑有卡在里面，是不是要清了，是不是要用整平石或者复活底石来处理它。那 HSS 系列我真的觉得它是我磨过就是效率最好的石头，真的没有质疑。就是目前可能后来之后有别的石头我也想试试看，可是以这个价位，我觉得应该没有人比它更好。我目前磨起来觉得没有比它更好的磨刀石，但它摸起来就是比较粗，然后磨感觉就像我们之前拍虾印的部分一样，就它里面可能磨料不同，造成它把金属削下来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那通常很多刀子也都是老手啦，如果你今天有很多刀子的话呢，我推荐你买这个。真的不要怀疑，试试看，超级快。我觉得大概只需要不到1/3的时间。如果跟这个 ST 系列比起来的话，我觉得不需要1/3的时间就可以磨好一把 VG10的刀子。然后如果你今天是磨粉末钢的刀子的话，你就知道差距有更大，差距会更大、更明显。其实这个我觉得 ST 系列应该磨粉末钢是磨不太动啊。HSS 系列它磨粉末钢也是非常轻松，非常非常轻松，会比你想象中的快非常多。对，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有轻质钢啊、轻2啊，或者超级轻质钢，然后或者是R2SG2 这些的粉末钢的刀子呢，我觉得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 HSS 系列，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而且其实我觉得，如果说在1000系列看起来磨出来的品质有差，可是我觉得到了3000，到了6000之后呢，我自己的比较来看呢，我觉得那个差异是微乎其微的，几乎没有感觉。可是像我就是刀子多，然后又想要省时间，我真的没办法花太多时间来磨刀子这件事情。所以高效率的磨刀石对我来说就非常非常重要。你说 HSS 系列它到底有没有缺点？我觉得就是消耗很快，它的自清能力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出浆也出的很多，出的很快。
可是相对的，它就是消耗的会非常快。是 VG10的刀子，我可以磨个2把，然后再来整。可是如果是今天是 R2SG2 的刀子呢，我磨完1把我就会去整它，因为它实在消耗太快，就会感觉到它有一点点凹。尤其这个1000真的消耗超快，它低系数的消耗很快。那这个3000跟6000，我觉得倒还好，可是自清能力也不错。对，我觉得自清能力也很好。我觉得它不是很会卡铁屑啊。然后它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要泡水，它每一个系数的石头都必须要泡水。它会吸水，当然水流得很快，所以它加水的频率会比这种不需要泡水的石头加水频率还要再高一些。而且它就是消耗快嘛，所以就是会一直出浆。浆出到多的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你就会还是要加一点水，不然它会太硬，那个浆会硬掉，会变成像泥一样。就是它实在是磨刀效率太好了，所以我基本上我都是用它。就我现在会去搭配其他的石头来磨不同的刀子，可是基本上呢，这个1000是我一定会用的石头，因为我常常都懒得拿这种低系数的出来啊，所以1000我一定会拿出来使用。如果说你跟我一样，就是有很多刀子又没有时间，然后钢材又很硬的话呢，我会推荐你就是试试看金东山的 HSS 系列，对它真的效率非常非常好，你用过之后你就会非常喜欢。那今天我分享我们先到这里了，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帮忙订阅、分享，然后开小铃铛，这样才收到我最新的讯息。要磨那么久的刀，你至少也帮我按个赞嘛，对不对？那之后在这个工作室我会开一些实体的线下课程，有磨刀的、切东西的，或是一些烹饪的。那欢迎大家就是加入我们的赖社群在底下，有任何的线下活动的讯息都会先放在那边。那今天就先这样，我们下次再见，拜拜。